我还记得2年前我刚出发去大阪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你觉得你会不会在日本待久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喜欢日本了？那现在2年之后，我的回答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日本，但是如果说我只能选择一个地方要待上3-5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所以这支影片就是想要分享那些我喜欢日本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还是最喜欢回台湾生活。那我们就开始。我觉得日本最吸引我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审美，从整个日本的建筑、街道、店面、招牌、书本杂志到服装设计，甚至是日本人，我都觉得很值得欣赏。我在日本啊，我常常去餐厅吃饭，很多店员都打扮得超可爱，那个女生刘海很整齐，然后睫毛刷了这样 bling bling 的，整个人穿着干净利落，就很像是模特儿或是偶像的感觉。而且不是少数人哦，是真的很多的任何地方的店员一直看到这种精致漂亮的女孩子。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就会自然的更注重自己的打扮，也更容易会学到穿搭。像是我在日本啊，常常去健身房，健身房的女生更衣室，它有一区是会提供衣架让你挂你的外套，所有的女生的外套都会挂在那边。然后我每一次经过那一区，都会看到一整排漂亮精致的外套或是大衣，然后我就会就是左看右看，然后确认一下旁边有没有人，没有的话，我就会这样子偷偷的去看他们那个衣服后面的标签是哪一个牌子，然后偷偷记起来，因为就真的很好看。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健身房的女生都超漂亮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会素颜。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大概到了日本，只要过1周，我就会变漂亮。而且啊，在日本你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买到质感还不错、好看的衣服。台湾也是有好看的衣服，但是我觉得同样品质，台湾的单价会比较高一点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日本有一些便利商店，像是 7-Eleven 啊，或是全家，他们的招牌会换颜色。这是因为日本的景观法有规定说，便利商店的颜色必须要配合当地的自然或是传统景观去改变，不能太过显眼。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都会看到招牌变成黑色或是咖啡色的便利商店。我想也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街道颜色会很一致。总之我觉得在日本待久了，整个人会越来越有 sense。然后第二个我喜欢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日本生活真的会让人感到很舒服。我的舒服是指就是生活的舒适度很高。比如说我去日本的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会有那种自助结账的机台，而且会有大概10几台。那我最近回台湾，我们家对面就有一个全联，我去买东西，然后全联就没有自助机台嘛，而且当时又缺人手，所以只有开一个人工的结账柜台。那一天人还蛮多的，所以就排了很长一条，我们就等了很久才轮到我们结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啊，日本的超市都有那种自助结账，就很快。我觉得还有就是交通的部分，我在台湾啊是非常容易晕车，可是我在日本从来都没有晕过，因为日本的司机开车非常的平稳，然后公车电车的整洁度也很好，而且因为日本又比较干冷嘛，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蟑螂之类的。所以不管是从店员的服务、商品的包装，还有公共空间的规划，很多地方都会让人觉得我有被这个社会好好照顾着的感觉。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啊，像是水可以生饮，四季分明啊，随便的路上都可以散步，不像台湾可能会被车撞之类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
那前面说了这么多日本的优点，接下来我就想要聊一聊为什么我最后还是会想要回台湾生活，没有在日本常住的打算。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感受到日本的这种舒适、整齐、有秩序的环境，它是建立在每一个人都很克制、很小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前提上。那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活得比较紧绷。像我前面有提到说，我觉得我到了日本之后，我自然的会注重自己的打扮。反过来说，当一个社会、一个环境，所有人都这么会打扮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容貌焦虑。我就会开始觉得，我出门不能素颜，不管去哪里，我都必须要很努力的打扮自己才可以。我之前在网络上就有听到一个日本女生聊过容貌焦虑，她说很多的女生从高中开始就会很努力的打扮，她们会很担心说自己如果不打扮的可爱就会不受欢迎，即便那些女生已经很可爱了，她们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可爱。这种情况是真的还蛮严重的。然后也有来日本的外国人分享说，他其实在日本生活压力很大，因为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很丑，他变得很不喜欢自己。我觉得听完之后就觉得有一点心疼吧，但我也完全可以明白他们的感受，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心情。就比如说现在我的指甲是长这样，就是当我的指甲有一点掉色斑驳，或者是说我的手指上有几根毛，我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在路上很少看到有女生的指甲油是斑驳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女生会有手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蛮有压力的一件事情。那我是住在大阪啦，其他地区可能不太一样，我不确定。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变精致是一件好事没错，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觉得蛮累的。另外一个我还蛮有感触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部分。我在日本会有一个情况是我在台湾从来不会有的，就是我会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失礼。对，我想这或许是因为首先日本有敬语的文化，而且日本人真的非常讲究礼节。那比如说我跟一个人初次见面，一般情况我们就是必须要使用敬语。如果对方直接跟我说 tameguchi 就是非敬语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是想要跟我亲近吗？还是他是用上对下的态度吗？还是什么？就是会有很多的很复杂的这种感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多了好多层，比较复杂一点。说中文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那包括我自己在说日文的时候，我就会很担心说错话，我怕我敬语说的不好，然后被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失礼的人。对，而且日本的礼仪也很多啊，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碗要这样子端着吃，如果你就是放着，然后你就这样跪着这样吃，我觉得这样子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蛮失礼的，这样吃饭。但是在台湾这样吃饭的人还蛮多的吧。但我也觉得确实来到日本就是要入境随俗，我也不是觉得说到很困难很难融入之类的。其实我从小就常常被说我的个性很像日本人，不只是外表像，是连内在也很像。因为我从小就是天生会对人比较客气，有距离感，然后也会比较在意一些礼貌或是小细节之类的。所以其实我来到日本之后，我真的会有一种天啊，这里有很多跟我很像的人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它算是我的一个舒适圈。那你可能会想说，既然是你的舒适圈，你的生活不就如鱼得水吗？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发现有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正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容易紧绷，然后很在意细节的日本人性格。当我来到一个大家都跟我一样细腻、克制又客气的环境里的时候，我就会更难放松。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对我心里造成了不少的压力。其实就是我不擅长跟我自己相处。毕竟我在台湾生活了20几年，我还是比较喜欢彼此都能够很直接的表达自己，不用去猜测对方的心思，这样的关系是最舒服轻松的。所以在日本生活，我觉得是生活上、环境上跟生理上的一种舒服。在台湾我才能够真正的觉得轻松自在，跟人吃饭的时候不用这么小心翼翼，跟人聊天的时候不用那么轻声细语，就让我有稍微喘口气的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近，虽然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我还是很渴望跟人交流。我记得最近我在桃园要搭 Uber 到机场，准备搭飞机回大阪，那个时候在 Uber 上我就跟 Uber 司机聊天，然后我们聊很多，从他的小孩几岁，读什么大学，聊到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的家庭是怎么样，然后聊到彼此的人生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等一下要去大阪，他就说我刚刚才载我的朋友去桃园机场，他也是要去大阪他现在在大阪工作。我觉得我跟你聊得很有缘，我看你一个女生去大阪，应该生活上啊可能会比较多事情需要担心吧，不然我就把我朋友的 LINE 给你，如果你以后在大阪生活，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 LINE 我朋友，请他帮忙。他就这样跟我说怎么会人这么好？怎么会？我真的很喜欢台湾人的那种温暖到很鸡婆的人情味。当然我不是说要去比较说台湾跟日本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日本之所以可以这么舒服，就是因为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不要打扰别人。那台湾之所以会比较乱一点，比较随性一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大家活得比较轻松自在。我记得之前我有看过，好像是联合国出的世界幸福排名，台湾是排名第26名，是东亚地区的第1，然后日本是排第61名。我觉得我现在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台湾的幸福指数会比日本高了。所以我觉得即便我现在在日本，但是我并没有想要长期的待在日本，未来有一天我应该还是会回台湾，但这种事情很难说啦，谁知道呢？搞不好我就在日本认识了一个日本人，然后就跟他结婚，拿了签证也说不定，对吧？然后最后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日本比台湾好，但是我希望台湾人可以明白，台湾也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觉得我是去了日本之后才渐渐的意识到台湾的美好的部分。像我前几天就是在台湾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突然看到就是马路旁边有那种很大的庙。以前啊我看到这种庙都觉得就是不以为意，但是我现在开始会去欣赏那种庙了我就会觉得好酷哦，怎么会马路上突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庙，然后我会去欣赏它的雕刻的纹路。我觉得换了一个环境就会让我去发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角度，还蛮有趣的。日本对我来说一直都很有魅力，也是我最爱的旅游地，但是台湾永远是我的家。OK， 大概就是这样。那以后我可能偶尔就会发一下这种聊天类型的影片。那如果你有想看我聊什么主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因为有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观众到底想看什么。那之后我还是会以日本旅游影片为主，
不过因为日本旅游的成本真的不低，我没有办法就是每周都出去玩，所以偶尔就会穿插一些这种影片。那就这样，谢谢你看到最后，感恩，拜拜。